上回说到，路飞掌握流萤技巧，在穹顶上与凯多展开新一轮大战。大妈闯入骷髅头追杀基德，意外的碰上了正奔赴表演层战场的小玉三人组。大妈为保护小玉，一拳头秒掉了追杀他们的佩吉万。宝物殿2层通向城堡3层的通道，警卫们等人正奔向桃之助所在地。都在暗中的看侍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杀出去，所以找到被看侍郎盯上的桃之助实属当务之急。警卫们考虑到岛上各处都在作战，一定会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，于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去保护桃之助，遣散了其他人去各处战场帮忙。小菊跟上警卫们的步伐，他为自己的失误而感到自责。如果不是自己的失误，阿修罗也不会死。小菊希望亲手打败看侍郎。猫腹蛇老大告别了警卫们等人后，独自一人杀出了一条血路。在半路上，他碰见了毛皮族犬蓝火枪队队长西西里安。在蛋糕岛上发生的惨烈战斗，猫腹蛇老大还不知晓。西西里安向猫腹蛇老大说出了佩德洛遇害的消息。正因为佩德洛牺牲了自己，路飞一伙才摆脱了大妈海贼团，抵达和之国。猫腹蛇老大称赞佩德洛是条汉子。在得知杀害佩德洛的仇人是佩罗斯佩罗，而且就在鬼之岛上时，猫腹蛇老大发出兴奋的叫声。西西里安希望猫腹蛇老大帮忙干掉佩罗斯佩罗。猫腹蛇表示：“我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。”骷髅头城堡1层的隔层里，大和、小忍与桃之助正躲在这里。为了摆脱监视者，引开大批的敌人，大和决定挺身而出，带着玩偶假扮的桃之助闯出去，吸引敌人火力。小忍与桃之助就暂时藏身于此。桃之助听见了穹顶传来的声音，路飞的声音有些衰弱，不过还算精神。穹顶的声音就剩下2个了。大和说：“现在是1对1，路飞在和凯多单挑。”大孝子大和为了尽快干掉凯多，立即动身离开了隔层。穹顶，路飞与凯多正对标拳头。路飞即便有了流萤的加成，2档和3档还是奈何不了凯多，连皮毛都伤不到。凯多嘲讽道：“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我会让你开开心心上路的。”骷髅城堡第2层，身负重伤的索隆被山治粗暴地捆成了一个十字架。2人遭遇一群小兵伏击，以这些杂兵的实力，根本连碰都碰不到山治一下，他们是不敢正面交战的。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3亿3千万悬赏金的黑族扛着3亿2千万悬赏金的海贼猎人，这哪是敌人啊？这分明就是行走的贝利。高昂的悬赏金刺激了杂兵们的战斗神经，杂兵越围越多，山治一时难以脱身。表演层，悬赏金100倍利的乔巴勇斗奎因，奎因体型巨大，而且极其抗揍。乔巴一个大臂斗没有给他造成任何伤害，奎因将嘴里的机枪对准了乔巴。See you 啦，狸猫先生！乔巴爬起身准备再战，突然背后射来一支穿云箭，射中后背，接着箭雨袭来。袭击乔巴的人正是佩罗斯佩罗。乔巴惊呼：“是大妈海贼团！”佩罗斯佩罗笑道：“之前受你们照顾了。”骷髅2层，大妈秒掉了佩吉万，怒气冲冲地问道：“烧毁简陋村的人渣是你小子吗？”低空润体十分恼火，奔向大妈，决定拼死一战。娜美和乌索普见状，给大妈加油打气，鼓动大妈干掉润体。大妈则凶暴地回应：“草帽一伙儿，等下干掉那个家伙，就轮到你们了。”娜美与乌索普穷则思变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立即转头为润体加油助威。没想到润体也不吃这一套。吵死了！解决掉那个老太婆就杀你们！乌索普催促狗子开溜，本想挑拨2个女人互相残杀，没想到却同时吸引了2人的火力。润体突然一个加速，用铁头功撞飞了狗子，狗子彻底失去了逃跑能力。润体走过去暴打狗子，小玉起身阻拦，润体却一爪子将小玉抓伤。这一下可好，立马激怒了娜美和大妈。大妈怒道：“你竟敢对我朋友动手！”而润体也丝毫不怯懦：“敢动我弟弟，我也饶不了你！”乌索普催促娜美带着小玉逃命，娜美却咬咬牙，起身抡起天后棒，用雷电打倒了润体。对小孩子动手的家伙，我要在这里干掉他！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让我们一起期待路飞5档尼卡形态的降临吧！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